先前看到祖父存了好几块黄金，就在想为什么老一辈的人这么喜欢存放这种稀缺资源。黄金老钱 Old Money 名为 Non-Yielding Asset， 黄金不像房子、股票或债券会有很大的涨幅或价差，或者是可以生出额外的股票股子，配发股息或利息，它是一个不会创造出任何现金流的资产。那黄金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人？从古代到现在，黄金又是被谁掌控或操控的？2020年 JP Morgan 在贵金属及美国债务市场的谎骗 spoofing 行为，被美国监管机关处罚了9亿2千万美元，被指是在操控黄金市场。另外又有2个机构也被指控长期压低黄金价钱。第一个机构是 JP Morgan， 第二个机构是美国政府。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很多人只要黄金不要美元，故就透过大量的沽空来压低金属的价钱，也代表市场上有许多纸面上的黄金，其背后是没有实货的。像是乌俄战争，美国就以金融制裁俄罗斯，包括冻结美元储备金，因为当美元或国债没有吸引力时，钱就会流进黄金，最后就连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也纷纷进场增持黄金了。2024年因美联储降息，拥有现金的人好像觉得渐渐的变成穷人。这些年日元、韩元、泰铢等许多国家货币都贬值了。若人们想把劳动力、购买力保存下来的话，就必须要像国家一样，用印出来的钞票去购买真正的货币，也就是黄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。黄金可以避开战争的风险吗？盛世藏古董，乱世买黄金是一种储值经验。黄金和古董都是可以升值，而且具有储蓄价值的物品。这个流传在民间的说法，其实讲的是一种人生财富保值的做法。假设战争的时候，一个国家直接就消失了，若拿着这个国家的钞票去跟别人买黄金，还能买得到吗？最重要的是，战争时还可以拿着黄金到处跑。但黄金之所以成为避险资产，这里所谓的风险指的不是战争，而是随着时间经历的货币贬值。也就是说，人们辛苦工作赚回来的钱，只要钱在手上，就会不断的贬值。黄金金价自从涨至2011年即开始下跌，直到2020年它涨到2077美元左右，后又再度下跌，2022年又涨到2077美元，然后又掉头下跌，2023年3月又涨到2077美元，却又再度下跌，2023年12月时又涨到2077美元，暂时没有下跌了，其代表着每次金价只要涨到2077美元左右，就可能会下跌，而2077美元就是金价的压力位置。每次差不多在1679美元时就会反弹，故1679美元就是支撑位置。回想大部分的人会在什么时候卖股票，都是在股票下跌时恐慌出售，不然股票的价格就不会暴跌。而股票上涨的时候，一般的人都是买入。黄金的原理也是相同，当金价突破新高的时候，就很少人想要卖了，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它会涨到多少，也怕自己卖了之后会错过涨幅。所以当完全突破新高的时候，金价就很容易被推上去。而经过大幅度的下跌和洗盘之后，该把黄金卖掉的人都已经卖掉了，这些人即称为散户。剩下持有黄金的都是一些看涨黄金的人，或者是一些机构，甚至是一个国家，就称之为大户。也就是说，当黄金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的时候，价格就很容易被推升。金价若在买入之后下跌，亏损的就是一些手续费、税费，但倘若它涨上去，那就是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了。这就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性。尤其是2024年，美联储已经公开说明预计会降息，黄金也已经冲到顶部高点了。而美元跟黄金是相反的关系，美国升息，大家会卖掉黄金或者房子，把钱换成美元去收利息，所以美元的需求就增加，美元就升值。但美国降息时，大家就会把美元出售，
所以2024年有些人可能会将部分收入去布局黄金 ETF 和期货，来换取赚钱的机会。其实大部分的人买实物黄金都是亏钱的。例如2011年买了黄金，那么从2011年到2019年这8年，大约亏损了 45%，100万就没了45万。黄金不会产生利息收入，它就只是一块金色的物体。而2023年黄金已经涨回来了，不但回本，还赚了 7% 左右的利润，也就是说12年来共赚了 7%， 每年的回报率是 0.58%。 就算每年通货膨胀只有 2%， 试问黄金能保值吗？假设持有黄金100年，平均回报率是 4.7%， 对比房地产或股票就更不能比了。而且房地产和股市没有出现过连续8年都在底部的状况，所以从性价比和效率来说，实体黄金并不适合投资。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买黄金都是亏钱，或者是赚不到钱呢？因为人们只要到金店购买黄金，就要付出额外极昂贵的品牌溢价费以及工艺费用。黄金也一样，所有的黄金首饰都是用黄金做的，但黄金比例少一点的首饰，会因为品牌工艺不同，可能比纯黄金的首饰还要贵。故若是到金店去买黄金，已经谈不上是投资了，因为除了买的是首饰，还要外加它的服务费用等。所以有的人会选择直接到金店银楼或者银行去买金条、买金块，这不就没有加工费和品牌溢价了吗？但其实买到的金条也是有含手续费在里面的。假设在网络上买呢，那又会牵涉到真货假货的问题，也就是投资黄金还没有开始，就先要付出一笔手续费成本。当卖出黄金的时候，也需要用低于一点点市价去卖，所以买的时候价格比别人高，卖的时候价格又比市价低，这就是大部分的人投资黄金亏钱的原因。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每年会拿部分的收入去买入实体黄金呢？因为买黄金不是用来投资的，也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持有。一个国家它买入黄金不是用来投资赚钱的，它也是为了持有。为什么有很多的千年家族或千年老店，在经历过无数的朝代后，到现在依然还能生存下来呢？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他们的子孙都变得穷苦潦倒的时候，一些家族和企业家的子孙后代却可以丰衣足食，什么都不用做呢？也就是黄金老钱是可以经得起时间洗礼的。不仅仅是因为家族的产品特别好，或者企业家特别懂得做生意，还有部分因素是因祖先的保险箱中装的不是银票，而是黄金。黄金是一种比保险更保险的保值商品。假设有一天世界不再承认不断印钞的美元，然后出现了一种新钱 New Money， 大家都用这种全新的货币去交易，这个时候美元就会变成一文不值，但大家依然可以用老钱 Old Money， 也就是黄金去换取新钱来进行交易，等同于以前的人从来没想过有一天银票会变得一文不值，也没想到现在的人都会用美元来交易是一样的。从古至今永恒不变的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，而钞票、银票、铜钱等其实只是为了方便交易而已，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。而黄金是上天制造出来的，它是永恒的。大多数的金属其实都是消耗品，例如铜是会氧化的，但黄金不会，没有一种化学物品可以对黄金进行腐蚀。黄金被提炼之后，它依然存在，也非常的稳定，不会生锈、变色，也不会掉色。人之所以持有黄金，而不是投资黄金，是因为持有黄金是没有风险的，也不需要有回报。所谓的投资是有回报，也有投资风险的，等同于把钱投进去股市里，有可能公司会倒闭，股价会下跌，导致亏钱，这就是投资的风险。但是股价上涨的利润，或者利息分红的利润，就是投资回报。所以投资黄金也有风险。2011年买黄金亏了8年的钱，因为黄金跟美元是相反的，美元强，黄金就弱，所以投资黄金的风险
就是亏掉短期金价下跌的钱。或许有一天，人类可能会灭绝，钞票也可能被淘汰，但黄金依然还是会存在。很多富人们，像是马斯克、李嘉诚有多少钱？谁是世界首富？上网查询就知道了。但大家知道这些富人们买了多少黄金，囤了多少金条吗？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。黄金可以传承下去，不仅仅是因为它永恒不灭，更多的是因为它跟现金一样，调查不到。只是说现在黄金跟现金之间，有钱人都选择黄金，因为黄金永远都可以换回现金，但现金不一定能换回黄金，而且这个老钱还非常的稀缺。黄金是从地下挖出来的，本来就很难挖。20年前所谓的淘金，其实就是从一吨石头里淘出2-3克黄金。就算开采的技术提升了，但开采的难度并没有减少，因为黄金可以开采的储量不多了。人们不买银行产品，也不买理财保险，但若是买进黄金，是可以守护财富的，也是可以让家族延续富有的真正保险。另外，买黄金可以采取定投策略，不用一直去看金价的波动。所以实物黄金也就是老钱，人们都是会用持有的策略去进行。因为赚新钱、赚美元、赚钞票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做生意、投资股票或房地产等等。但对于长期来说，人们买入黄金持有，原因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黄金，它才是真正的钱。